北京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终于在2025年夏天对外开放参观了。这座路县故城形成于西汉时期，它遗留下来的城址也是北京通州唯一的秦汉城址。在路县故城旧址问世后，专家又多了一份研究汉代郡县制的珍贵实物资料，我们可看的新博物馆也就此多了一家，这属于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儿。所以在它开放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到位了。不过在正式看展之前，我得在距离它最近的郝家府地铁站和一位很久没见的故人重逢一下。哎，徐工，好久见！哇，真的是你呀，南希！我又来了。对，走着走着。好。大家好，我是徐工。大家好，我是南希。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北京通州的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我们是2025年6月过去的。当时路县故城博物馆刚刚开放参观不久，在过安检的时候，需要把打火机和自拍杆交了，然后留个手机尾号，出博物馆时再物归原主。入口正对面这个位置摆了一堆天坛神乐署的乐器，这个和路县故城毛关系没有，完全不必看。现在我们直奔遗址展厅，展厅的脚下是透明的玻璃，更方便我们观察遗址地面。我们能在脚下发现一些零散的砖块，这些都是建筑的遗迹。此外还有一个很圆的洞，这很像是当初用来插柱子的洞。以上看到的这些都是魏晋时期 F2 房址的一部分。左侧边缘的位置是一个汉魏时期的馒头窑窑址，这其实是用来烧陶瓷器的窑，因为这一个个单独的坑长得很像馒头，所以才得了这个名字。近处的15号水井是一个木瓦砖混构井，在游客的视角能看到井口的一圈木头，但看不到深处层层叠叠的砖，但它好歹还有个边缘能看。至于附近的9号水井，基本上除了一个洞之外，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我们从旁边的展牌上发现路县故城遗址的文化地层是从战国跨越到明清时期的，这些文化地层的实物位置就在刚才水井和馒头窑区域的对面，这边设置了台子，如果走过去就能近看。最后这边谈到了路县故城遗址的保护，感谢专家学者们之前所做出的工作，不然我们就看不到它了。看完遗址区，我们进入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这边有路县故城的建制严格，它所用的名字从汉到唐都是路县或陆县，近代往后变成了通州，这个名字被沿用到了今天。在如今的通州区里，路县故城仍有清晰的轮廓，是方方正正的一片。在战国时期，燕国国都蓟就在北京城的西南处，路县就在它的驿道边上，与这条路距离很近，要么为什么叫路县呢？这边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墓葬群，其中有那么一件玉石串饰，虽然现在不成串了，但依然华丽。这里边蓝色的石头是天河石，红色的是红玉髓，白色的则是华石，材料大都来自北方的草原地区，所以这件物品就是先秦时期中原与草原地区交流的实物见证。此外，这个区域还出土过一些陶器，其中有一件红褐色的陶粒，造型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是一脉相承的。另一处是庙上战国遗址的文物，你们有没有觉得这边的陶器看着好新呢？好像人们从来没用过，造好了就在地下封存，然后直接等出土的感觉。后面有个地方用声光电结合实物复原了古代的水井，井内所出土的陶罐中明显有一部分是用泥条盘铸法做出来的。后面有一些带字的陶罐，其中一件上边刻着灵姑，专家推断为当时的地名，而戳印亭字陶罐则与秦汉时期的市亭制度相关。市亭是古代的市场管理机构，他们盖戳认定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中售卖。然后是路县的营城立义篇，关于路县最早的记载源于内蒙古出土的一枚汉简，以及这座故城的夯土遗址。现场只展示了一些照片，同时博物馆用实景给古代的城做了一些简单的科普。在汉代，有城墙的聚落就可以叫城，一般都建在依山傍水的地方。在建城的时候，也要设置城门、角楼之类的建筑，以便防守城池。而筑城的时间一般都安排在秋收春种之间的农闲季节。筑城的工程一般安排在30天之内完成，这放在古代也是一项大工程了。
关于城体的实物一寸不多，木构就别想了。现场倒是有一片残破的千秋万岁瓦，现在就剩半截了，只能看到一个千字和一个岁字。再往后是汉代烧陶区域的复原，现场这个陶窑不仅复原了烧陶的场景，还做了个固体烟囱，倒是挺齐全的。附近摆的2件陶器一眼汉代造型，它左右两侧的滴漏是铺首衔环，上边的盖子则是海上仙山博山的造型。那些文物都是从附近的汉墓中出土的，此外还出土了一大堆铜钱。切近镜头后能看到五铢2个字，这就是五铢钱。后边还有汉代的老北京开颅手术实录，而且术后人还活了很久，这也是整个博物馆中最为脑洞大开的一件文物。从西汉到东汉，路线也变成了路线，中途王莽单独起了个名，时间短所以没叫起来。现场展出了新莽时期的步壁，用的是战国步壁的造型。王莽的壁制改过好几版，这就是其中一版的一部分。后边是东汉的随葬陶器，在其中某些个陶楼上还能看出斗拱的轮廓来。之后是一大组东汉花纹砖，我们选些有代表性的来看看。看这件四神乳钉纹方砖，上下左右4个兽形浮雕就是四神，盘踞在它们附近的5个圆点就是5个乳钉了。而几何乳钉纹方砖上边的乳钉和刚才一样，但四神就给换成几何花纹了。最后一块是吉语方砖，从左到右刻着3句吉祥话，分别是大吉昌、乐未央、魏公卿。这个阶段的重要文物便是展厅中最高最大的那座陶楼了。它的最高层是五殿顶，中层是悬山顶，而且从侧面还能看到2片瓦当，下层也是悬山顶，上层有一处悬空的勾栏，层与层之间还有平座区域。最下层的横条窗则叫做卧棂，人们一般认为这就是百叶窗的祖宗。看完其他的小陶楼后发现，五殿顶和悬山顶在此时已经是常见构造了。然后进入生西在路篇，说的仍然还是东汉。这边展出了很多陶耳杯，这都是用来饮宴的器具。博物馆现场也用实景以及声光电技术还原了当初的饮宴场景，此外还复原了农夫现场生产的场景。与这个场景配套的文物包括各种各样的陶制家畜，还有东汉时期的水稻种子，说明在东汉路线已经有人在种植水稻了。另一边复原的是打铁的场景，看来是要展示铁器。现场确有一些东汉的铁机轮，这是东汉遗址的常见铁器，属于是在水井、矿井中的制动零件，推测为应用在地道中的老北京齿轮。下面进入时代变迁篇，这边展示的是后来的历史遗存。我们能在这边的文物中发现一些额外的信息，比如南北朝的铭文砖，重点看右下角的字，它写的是西汉的老名字路线，看来民间还有不少人认可这个旧名字。后边有一块唐代爱眼墓的墓志铭，我们能从铭文中得知墓主爱眼在生前是路县的县城，但墓的信息就没有太多的展示了。到了辽金时期，旧城风光不再，文物仅以墓葬为主。现场展示了一座辽代的砖仿墓墓室，斗拱看起来比较简化，一个异形拱全都代表了。从甬道往里看，能看到里边雕出了一个歇山顶形状的轮廓，它旁边有个能登上去的楼梯，可以登上去俯视。从上边能看到里边还有砖雕的桌子和椅子，另一边则像是个砖雕的牌楼，可以说是细节满满。看完这个，我们准备下去看对面的金代壁画墓。这个展柜中间留了通道，但是不让游客过去，下边用带子拦起来了。那搞这一出是干嘛？你不如直接用玻璃围一整圈，好歹还省点玻璃呢。我们只能远看细节，其中一边有歇山顶的建筑，另一边有开方宴壁画以及砖仿木的桌椅、窗棂浮雕，其余的看实物就看不清楚了，只能去周围的墙上看声光电的细节解析了。再往后是一些个元代文物，其中出现的八思巴大圆通宝，它正面的字就是八思巴文，这是元代大臣八思巴所创立的蒙古文字。其实这种文物是不多见的，因为它前后只铸造了2年，产量有限。在明清时期，连故城的城砖都被拆走了，路县故城也就此消亡，只剩遗址，但周围的墓里还是挺有货的。附近的青墓中出土了很多金银器以及大量的玉石类饰品，看来周边还是颇有一些大户的。至此我们就逛完了这个主展厅，
楼上是纯粹的文创区，这就不多说了。陆县故城的考古现场在博物馆里只做了个简单的展示，它的真实遗址就在博物馆外的陆县故城遗址公园里。不过现场看不到什么细节，甚至连探方都用塑料布遮盖起来了。就这点探方区，不可能挖出刚才那么多的文物，所以我去文物局的官网查了查，发现实际发掘的墓葬是1100多座，发掘范围也比博物馆甚至公园区域大了好多倍。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希望在将来能在这边看到更多的看点。要知道，北京不是满清一家的都城，它在多个朝代都留下了对应的遗迹，所以真实的北京本该是一个多元化的古都。而在近2年里，北京很多关闭的历史遗迹也纷纷对外开放了，只有将更多的古老遗迹展示在大众的面前，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北京的不同侧面，从而让普通游客打破对北京的刻板印象。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公一起读城，一起旅行。